见到萧炎如此的果断，黄发老人也是带着一丝欣赏的目光。不过对方如此的果断，以及那脸上无所畏惧的笑容，让得黄发老人愈发的心悸。不过既然自己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就不能再收回。自己乃是大纣神物的神火，怎么会惧怕对方一个人类小子呢？有焚诀之力又如何？这对神火来说根本起不到重大的作用。黄发老人这般想着的时候，也是将思绪调整了回来，然后便是将自身的神火本源施展到极致，瞬间让的这片天地中的温度急速飙升。随着温度的上升之后，空间都开始变得异常的扭曲滚烫，而黄发老人的双眸之中，那黄色的火莲花瞳孔散发出一道耀眼的火芒，黄色的火芒开始在其上空凝聚，最后形成了一双巨大的火莲花眼瞳。看到上空那巨大的黄色火莲花眼瞳，萧炎的身躯便是情不自禁的一颤，就连灵魂深处都开始感到了一丝危险。然后在巨大火莲花眼瞳的注视之下，黄发老人嘴角浮起一抹微笑，袖袍一挥，上空处的火莲花眼瞳似是受到了某种的引动，当即一道无比刺眼的黄色火芒散发而出，瞬间就笼罩了这片天地。也就是这一道极其刺眼的黄色火芒射出后，令得萧炎的视线再一次受到了影响，他的眼睛竟然传来一阵被灼烧的剧痛之感，忽然间就看不清四周，就连神境灵魂都被这一道刺眼的火芒给影响，同样也无法窥探四周的一切，仿佛所有的联系都被彻底的断开了。就在萧炎不知所措之际，腹部又传来了剧痛之感，但是萧炎又无法进行反击，因为视线和灵魂都受到了阻碍，无法判断出对方的位置。不过就算能够判断出位置，恐怕也已经被对方先出手击败。此刻萧炎才知晓这三昧神火的力量究竟是多么的强大，刚刚还以为能够抵挡住一招，结果现在却是连一招都无法抵挡了。腹部传来的剧痛感让萧炎的意识渐渐的变得微弱下来，全身皆是被一股极其炙热的火焰焚烧，如果再不想出什么办法来，怕是会在这一招之下彻底的陨落了。在这种无法破解的局面当中，萧炎银牙一咬，艰难的传音给体内的粉老道：粉老，我现在被这一道刺眼的火芒影响，无法看清四周的环境，是否有什么办法反击？很快粉老的声音也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显然这一次黄发老人的这一招极其不简单，如果不给萧炎一点提醒，怕是真的会陨落这一招之下。办法有是有，那就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招式都是毫无作用。想要比神火还要绝对的力量，哪里有？萧炎被对方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所影响，一时间竟是忘了自己的冷静。你难道忘记了你拥有焚神之力吗？粉老那低沉的声音再度炸响，虽然焚神之力的全部力量还没有彻底的被激发出来，可是面对这只有1/3的神火本源，应该会有着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这一句话的提醒，让萧炎的情绪也恢复了过来，灵光一闪道：靠，我竟然忘了焚神诀。当即萧炎便是运转自己的焚神之力，然后从体内瞬间爆发，一道金光直接散发而出，将萧炎的身躯尽数的包裹而下，一团金色的能量在萧炎的周身环绕，原本腹部上传来的剧痛感以及全身上下的那股焚烧感也渐渐的消失不见，就连看不清四周的眼睛也恢复了过来。旋即定睛一看，竟是发现那位黄发老人不知在什么事时就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跟前，并且轰出了可怕的一拳，轰击在了自己的腹部之上。而黄发老人见状，萧炎竟然破了他的技能后，神色微微一变，身躯开始缓缓的后退几步，震惊的看着眼前全身散发出奇特的金色能量，而且萧炎那黑色的瞳孔已然消失不见，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神秘强大的金眸。这股力量是……还没等黄发老人说完，萧炎便是将奇特的焚神之力尽数的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然后对着震撼无比的黄发老人的脑门处狠狠的轰击而去。随着焚神之力的外放，竟是让那位黄发老人的身影都微微一滞。也就是在这一滞下，萧炎的这一拳竟是狠狠地打在了黄发老人的脑门处。这一拳拥有萧炎如今全部的焚神之力，尽数地轰在了对方的身上。就算是对方再强大，也得受不少的苦头吧。不过那黄发老人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伤势，最多只是身影后退了几步，然后全身皆是被焚神之力所弥漫，让得他的行动越来越慢。最后在他那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出声道：愿赌服输，你既然能够破了我的技能，我就实现刚刚对你的承诺吧。你一个人类成神的小子，为何会有焚神之力？黄发老人有些不解的道。对于萧炎刚刚的那股奇特的金色力量，就算是三昧神火的本源都受到了一丝影响。虽然说这点焚神之力无法战胜黄发老人，不过刚刚所说的接住他的一招便能够获得三昧的神火本源，所以萧炎算是赢了。你难道忘了我有焚诀功法吗？此前所说的焚诀之力对你来说无用，也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施展出焚神之力，那么就是神火的克星了。不过还好是一招，如果开始你说是接你3招，就算我有焚神之力，怕是也无法抵御你的3招了。多谢了。萧炎说着，脸上也是带着笑容，然后拱手道：还好对方只说一招，才让萧炎获得了神火本源的机会。那位黄发老人闻言无奈的一笑，摇了摇头道：人类成神的小子还真是有心机，老夫我都被你摆了一道。虽然你有焚神之力，但是这焚神之力还没有全部的激活出来。既然焚诀选择你，又拥有焚神的力量，那么老夫我也就选择你吧。不过我只是三昧神火的1/3本源，至于另外的2/3本源，
还需要你自己去获取。萧炎当即点点头，他自然也是知道，这三昧神火被三龙分裂出来，封印在了3个地方，所以想要突破天位神，就必须吞噬收服完整的三昧神火本源，不然的话，距离天位神还是有着一段的大距离。接下来，我便将我这一部分的本源神火神迹交给你。说着，黄发老人便是化为一道神火本源，直接冲入萧炎的体内，开始演化出神火神迹的信息。三昧神火拥有3道不同的神火神迹，比起其他神火，足足多出了2道神火神迹，也是9道神火之中最特别的神火。所以，当初三龙在封印三昧神火的时候，必须要将其分裂出3道，才能依靠着神法封印的力量镇压，不然的话，是很难镇压住如此恐怖的神火。与其说分裂，倒不如说三龙将三昧神火的3道神迹给分隔了开来，如今变成3道神火本源，而每一道神火本源都拥有着1道神火神迹。而祖龙族的这一道神火本源所拥有的神火神迹是暮光之火，其威力虽然没有恐怖的攻击力，可是一旦施展出来，那么就能够将对方的眼睛灼烧，起到暂时失明的效果，甚至可以将对方的灵魂感应都能够压制。这等灼烧对方的暮光之火，最多能够坚持5秒，虽然只有5秒，但是对于一位神奇强者来说，在这短短的5秒时间内，如果发起全力一击的话，便是能够让对方重创，甚至当场陨落。暮光之火，萧炎内心无比震撼的暗自咂舌。难道刚刚自己看不见四周，以及眼睛上传来的灼烧之感，就是这道神火本源的神迹所造成？想到这里，萧炎越来越对三昧神火感到了十分的兴趣，而且拥有3道神火神迹，所以说只要收服了完整的三昧神火，就是能够有着三昧的其他2道神火神迹。就在萧炎在震惊之际，黄发老人的声音再度传荡开来：人类小子，你可知何为神火吗？整个大宙间的万火皆是由神火演变而来，所以神火就成为了万火之神。我不知道为何焚诀会选择你，不过我敢肯定的是，在你的身上一定有着未知的秘密。你能够收服幻虚神火，以及还能够融合不同属性的火焰时，我便知晓你将会是天古浩劫之后有史以来的天资卓越之人，或者说你现在是被世界所认可的天命之子。天命之子？萧炎疑惑的喃喃道。天命之子便是影响世界，给予世界，汇聚气运于己身，得到世界的认可，便可成为天命之子。想必之前你在突破大主宰的时候，受到了一方世界的认可吧？黄发老人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渐渐的炸响。萧炎知晓，黄发老人所说的世界认可，应该就是当年自己在大千世界引动苍穹榜，在其上刻下自己的烙印，成为一方世界的大主宰，这就是被世界所选择的天命之子。当然，大宙之中有很多都是天命之子，只是有些天命之子是为王先驱，都是为真正的天命之子做铺垫。但是天命之人不是罕见的，天命之子是成为纪元之子的第一步罢了。所以在你的身上，我不仅看到了你是天命之子，更是让我看到你对于火道的极深造诣。说不定不久的将来，你便是会领悟大宙中的万千大道的奥秘，迈入成为纪元之子的第2步。至于第3步，还需要你自己的领悟探索。听到黄发老人的这一番话，顿时令得萧炎内心极其的震撼起来，仿佛说的是大宙中那些的秘密。成为纪元之子的第1步、第2步、第3步，萧炎自言自语道。然后对于这些极其陌生的词，就算想破头脑，也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忍不住的又提问道：纪元之子又是什么？至于纪元之子的信息，还需要你自己去了解。如今你已经是天命之子，是否能够迈出后面的2步，也得看你自己对纪元之子的领悟了。黄发老人也并不打算说出关于纪元之子的一些信息，既然对方不说，萧炎也并没有强人所难。有些东西的确还是不知道的好，毕竟那些目前可都是对萧炎来说遥不可及的存在。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收服了9道神火，那么你便是无上的存在。只不过你能否达到那一步，就看你自己对火道的造诣了。虽然你目前对火道的领悟极深，可是神火的道你还远远不及。无上的存在，那究竟是何等的高度？萧炎直接是张大了自己的嘴巴，幻想着目前距离他非常遥远又不可及的存在。然而黄发老人的一句话让他回过了神来。人类小子，不用想那么多。既然焚诀已经选择了你，又拥有焚神之力，我想这一切都已经是冥冥之中所注定了。老夫对你也有着极大的信心。这里的1/3三昧神火本源，你如果全部吸收炼化的话，虽然不能让你突破天位神，但是足以能够让你突破第2序列神。萧炎闻言啧啧嘴，听起来的确也是非常的诱人。目前自己的实力才仅第3序列神，在第1等级设计之中，这神力修为简直就是最底层的神奇。就算万兽神界中有着诸多的神元之气，不过想要突破第2序列神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第2序列神，萧炎就必须要吸收神火的本源，来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虽然这里的神火本源也就1/3，但是在吞噬的时候也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有着焚诀功法，也需要小心翼翼的去收服，不然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神火本源吞噬，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得不灵了。暮光之火，你可要好好去领悟。虽然它不是攻击性的技能，但是它却能够让你多一个出其不意的强大底牌。说完，
黄发老人便是消失在了萧炎的识海中，化为神火本源，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一道黄色的火莲花缓缓地盘旋于空中，散发出极其可怕的炙热能量。萧炎眼中泛起一道金芒，如果将这道火莲花之中的神火本源全部吸收炼化，自己的神力修为也见必定会有所突破。多谢了。萧炎也是立刻拱手抱拳，感谢行礼。不必客气，你身怀焚神之力，就算我不同意也不行啊。此时，黄发老人的思绪也回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些模糊间的画面，只是已经分裂出了3道神火本源，他的记忆也是零零散散。好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将神火的道领悟完全，这对于你日后成为纪元之子有着很大的帮助。黄发老人说完，就彻底想消失不见。唯有3昧神火的本源存于萧炎的体内。萧炎见到黄发老人已经彻底的化为神火本源，也不再废话，便是进入焚诀空间之中，找到一个平坦之地盘坐了下来，然后闭上自己的眼眸，运转焚神之力，将磅礴无比的神火本源吸入体内的每一处细胞上。在吸收3昧神火本源的同时，萧炎也正在领悟神火神技以及神火之道。在吸收3昧神火本源的时候，萧炎的心境竟是进入了某一种极其玄妙之中。这里一片混沌，所有的一切皆是一片混沌黑暗。最初的大咒是没有所谓的光，直到第一缕火焰的燃起，大咒的本源之一便是火，火是万物之初，有了火便是有了光。萧炎看到了一缕光线，在黑暗混沌之中，即便它摇曳，但却是黑暗中唯一的光线。那一缕火光开始逐渐的闪耀起来，散发着一股炙热，不断的朝着四周的黑暗蔓延而去。黑暗之中出现的一道火光，为之雀跃，仿佛也是从这一刻便不再是永远的黑暗，从此有了光，有了光彩。难道神火诞生的意义是为了让世界有光彩吗？萧炎望着这一幕，自言自语的喃喃起来。不过画面很零碎，但萧炎却是能够在其中有所明悟一丝。神火创超万物，也可毁灭万物，即是创世之火，又是灭世之火。目前我的火似乎却只有毁灭，并不能创造。我真的了解火道吗？萧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他在回忆着从他开始得到由世界所孕育的这些火焰，他是如何运用这些火焰的。似乎在斗气大陆得到异火时，明悟的便是毁灭之道，从未想到过创造之道。如今来看，火焰实则还有着创造之道。萧炎缓缓地睁开眼来，映入眼前的是他之前从未去在意的东西，一片绿意盎然的花草丛林，茁壮地在成长着。它们之所以茂盛，是一直赖以生存，除了水源之外，还有着必不可少的光。这一刻，萧炎也是顿时明悟过来，所有光的本源皆是神火，亦能毁灭生命，也能创造生命。原来我一直都只看到了火焰的表面，对于火道中的真正之道，确实无法触及。想来还真是惭愧啊。萧炎一脸苦笑，不知不觉中，他也是偏执了。不过现在，他也从中慢慢的探索，感悟火道的真正之道。萧炎继续闭上了眼睛，继续参悟着火道的精髓。一坐便是过去了1年的时间过去了，不过对于外界而言，实则只是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焚诀空间内则是已经过了1年的时间，因为焚诀空间里的时间要比外界的时间快得多。萧炎在这1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沉浸在自己对火道的明悟之中。这一日，萧炎一直闭上明悟的眼睛，也缓缓睁了开来，其眼眸中有着火光在闪烁。这一抹火光与之前的不同，光线更趋于柔和。萧炎眼神低迷，此时看着身下的一株小花小草，因为被他不小心踩了一脚，花瓣都在渐渐的枯萎而下。此时，萧炎摊开手掌，一缕微弱的火苗缓缓浮现，散发出了些许柔和的火光线。在树荫之下的小花小草很难接触到阳光，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仍旧坚毅地活着。柔和的火光线照射在曲折的小花小草上面，只见那原本枯萎的小花和小草，竟然以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便是慢慢的重新散发出了光彩，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这便是火，这便是光。世界的所有光都是来源于火，万火可焚苍穹，也可照亮苍穹。万火之神掌控世界，这就是萧炎对神火之道的一丝明悟，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原来火焰还有光，光代表着生命的起源，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光。就在萧炎还在明悟神火之道时，3昧神火本源化为一道100丈大的火莲花，直接将萧炎给吞噬了其中。被吞噬的萧炎在一片混沌空间之中，只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熔炉之中。萧炎努力地睁开眼来，竟是发现自己在一片黄色的火海中。萧炎的眼睛直接是眯成了一条缝隙，无比刺眼的黄色火光令得萧炎几乎是睁不开自己的眼睛，下意识地用手臂挡住这道刺眼的黄色火光。好强好刺眼的火光！萧炎惊讶了一下后，看了一圈四周，没有任何的出口。他也是知晓这应该就是3昧神火本源的内部，但这里的构造却是自成一片独立的世界，构造十分简单，感觉在一个球体之中，而在球体的最中央有着一团散发着无比刺眼火光的本源，这就是3昧神火。暮光之火的火光应该就是从这里迸发出来的。萧炎喃喃道，虽然睁开眼有些困难，但是也是透过一丝眼缝看到了那里的刺眼能量团。不过萧炎在明悟神火之道的精髓时，便是已经发现，只要努力地睁开眼睛，让眼睛吸收足够的火光，相信也会很快就能适应暮光之火的能量。而且现在萧炎转头看向这些刺眼火光团的时候，眼睛传来的
并非是灼热的刺痛，而是一股暖流。这股暖流在萧炎的眼睛中流转，却并不知道他的眼睛正在急速的变化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的眼眸睁开之间，便是看到其瞳孔之中有着一粒火星。光线本身只有传递到眼睛才能看见光，而它本身也是一种火的形态。对于常人来说，光自然是无比熟悉，但对于此刻的萧炎来说，光似乎显得尤为的陌生。萧炎迈开自己的步伐，朝着暮光之火的能量团缓缓走去。萧炎每走一步，便是感觉到光线更刺眼一分，但萧炎没有因此而闭上眼睛，因为他知晓，这与他吸收的异火圣火都有所不同。神火乃是火焰之神，万火之神，而三昧之中的暮光之火，则是以另外的一种能量体存在，就是所谓的光。所以萧炎现在睁着眼睛，光线没入他的眼中，他便是在吸收着暮光之火。萧炎努力地睁开自己的双眼，强忍着眼睛被暮光之火照射过来的不适，但萧炎感觉得到，这些光线宛若能量一般，正在被他眼睛所吸收进去。而萧炎那眼眸中的火星也从微弱开始慢慢的复苏，仿佛那一簇火焰正在慢慢的成长起来。可就在萧炎约莫走出几十步左右时，便是又感觉眼前有些发黑的迹象，四周再度变得模糊起来。萧炎无奈，这是又要失明的节奏吗？这样下去可不行。这里的暮光之火本源如此之多，想要吸收其中一点都如此费劲，更不要说全部吸收入眼了。这三昧神火的暮光之火果然与吸收其他火焰本源时大有的不同，这样的情况也是远远超出了萧炎的想象。在他的概念中，萧炎认为神火也都差不多，没想到如今的三昧神火让萧炎对火道有了全新的认识，难怪神火会是诸多神祇都想要夺得的神物。当初在天神山的时候，可以看出天意神君对自己下杀手，就是要抢夺自己身上的神火。此刻萧炎也是别无他法，只得是再度盘坐下来，静静地等待着眼睛的恢复。小家伙，你干嘛呢？施展你的焚神形态。就在萧炎无计可施的时候，冯老的声音却是悠悠地响了起来。闻言，萧炎的身体微微的一震。焚神形态除了能提升他的实力之外，从未想到过焚神形态的其他作用。焚神形态，萧炎惊疑地出声道：正是，虽然你已经催动焚神之力，可是如果再施展出焚神形态的话，那么焚神之力将会更加的强大，这样有助于你加快吸收暮光之火的能量体。随着冯老的提醒，萧炎也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施展焚神形态，体内的焚神异火便是运转开来，顿时间便是有一股奇特的能量在萧炎体内流转开来。原本漆黑深邃的瞳孔，则是变成了一双充满无比神圣的金色眼瞳，眼前原本的一片黑暗也是迅速被驱散开来。奇特的能量仿佛能够将原本狂暴的光线变得柔和，然后传入萧炎的眼中，而通过眼睛吸收暮光之火的光线，又顺着萧炎奇特的焚神诀而运转。萧炎顿时明显感觉到了焚神之力竟是也在逐渐的成长起来。半晌之后，萧炎眼前的那道暮光之火的能量团开始大量的涌进眼睛之中，在萧炎那眸子的最深处，仿佛有着光束从其中迸发而出。萧炎此刻的嘴角也是缓缓的向上扬起，之前那般吸收定是遥遥无期，不过现在有了焚神诀的帮助，萧炎便能很轻松的吸收暮光之火的能量团。但是这里的能量团中的本源极其的磅礴，就算吸收的时间再快，起码也要几年的时间。不过萧炎有了焚诀空间，则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全部的吸收。接下来萧炎更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直接让自己跳入暮光之火的能量团中，对着那些磅礴的本源一并吸收。虽然很危险，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将会大大的缩小吸收暮光之火的本源时间。想到这里，萧炎直接前脚迈出，倒冲进入那暮光之火的能量体中。很快，这些炙热的刺眼的能量本源便是朝着萧炎的四面八方急速扑来。萧炎没有躲避，而是直接照单全收。焚神诀，给我吸！萧炎周身的奇特能量不断的散发出来，在自己的周身盘旋，并且以一种极其规律的路线，让的这些刺眼无比的暮光之火本源都变得极其柔和的进入萧炎的眼睛中。这种吸收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原本巨大一团的能量团现在也已经被缩小了许多。萧炎也是沉浸在了这种吸收的状态之中，显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当然，这只是算焚诀空间里的时间，如果是外界时间的话，也才过了3个月。花了3个月的时间，也吸收暮光之火大部分的能量团，萧炎也是有着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那也就自己的神力修为已经提升了许多，虽然还没有突破，但是再过一些时间，应该就能够彻底的完成突破。可萧炎却不知道，以萧炎这吸收的速度，已经比起常人不知道快了多少倍不止了。如果若是被其他神祇看见萧炎这般的吸收速度，定是让的他们都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是有着如此一位极其变态天赋之人。要是换做其他神祇吸收暮光之火的本源，快则数十年的时间，慢则需要数几十年，毕竟这是神火的本源，想要全部吸收就要花费一些时间的。而对于萧炎来讲，目前仅仅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就吸收了暮光之火本源的绝大部分，不出1年，应该就能够将其彻底的吸收完毕。这样的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萧炎现在也不会去比较什么，为了变强，萧炎不想浪费1秒的时间。变强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但萧炎更不愿自己所守护之人受到伤害。若是非要萧炎选择，
萧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人，而非是变强的机会。如今确实为了完成自己的守护之道而去变得更强大，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其他神奇强者欺压。暮光之火的能量团竟是以肉眼可见之下变得越来越小，所有的神火本源皆是以漩涡的姿态冲入萧炎的眼睛中，使得眼睛中的那颗火星也变得更加的耀眼起来。